俄罗斯派出隐身坦克参战了。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8月10号的消息，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第一副总理弗拉基米尔·阿尔加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已经研发出了能够保护坦克不被卫星和无人机发现的特殊涂层，并且将它投入俄乌战场。那么这件事情是真的吗？隐身坦克在如今的战场上又有什么优势？咱们接着往下看。据了解，开头的这位阿尔加科夫说的隐身涂层材料，目前已经由卡拉什尼科夫集团旗下的钢铁研究所研发的。这种隐身材料能够削弱主战坦克和其他装甲装备的可见波长范围，可以避免被雷达和热成像设备检测到。再加上坦克身上的迷彩，完全可以达到光学隐身和雷达隐身的双重目的。目前俄军的 T90M 已经全部配备了这种涂层。等等，这所谓的隐身坦克是 T90M？ 这位俄专家说的隐身涂层不会是指车上的那款绿色塑料布吧？恕我眼拙啊，我这是怎么都没有发现它能有什么隐身作用。难道说乌军的无人机普遍都患有近视加散光吗？不过在俄军的宣传中，这张塑料布呢有一个十分贴切的名字，叫做斗篷伪装系统。根据俄军的说法，这款斗篷呢，能够大幅减少红外热与雷达波段的特征，降低被敌人雷达及热成像仪发现的概率。据俄军数据显示，在 T90M 在覆盖了这层隐身衣的情况下，被敌方采用导弹探测到的几率减少了 30%， 毫米波雷达制导的反坦克导弹的命中率从 85% 下降到了 20%。好家伙，要是这塑料布真有俄军说的那么厉害，那在俄乌战场上就不会出现那么多无头坦克了。不过大兵也理解啊，俄罗斯放出这种消息的原因呢，是在当前自家士兵还在使用 T62 的时候，北约 M1 已经快到了。为了激发士气，讲讲科幻电影也情有可原。但是俄罗斯错就错在不应该声称自己派出隐身坦克，毕竟你这外形能不能隐身，大家一眼看完心里都有数啊。那么真正的隐身坦克是什么样的？其实隐身坦克这种东西啊，并非什么新概念。早在美国发明隐身战斗机之后呢，各国就开始想着把隐身技术搞到坦克上试一试。那么坦克要怎样才能做到隐身呢？对于军事隐身技术，这里大兵首先要解释一下。那么并不是真的看不见，而是低可探测性。比如隐身飞机，不是说雷达就找不到了，而是雷达探测距离大大降低。隐身军舰的概念也是类似的，可以大大降低雷达的可探测距离，从而达到军事隐身效果。而想要对地面装备进行隐身，这里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坦克被发现的有几种情况。其中呢，最直接的就是目视了，这个基本没有办法解决，除非坦克对周边环境进行大量伪装，但这样一来呢，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坦克的机动性。因此，与其研发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光学隐身，还不如想着如何让坦克炮的射程变得更远，射击精度更高，在目视距离外歼灭敌人。而除了视觉之外呢，坦克所发出的噪音也很容易被其敌方发现，这里就需要做到声隐。亲眼看过主战坦克机动演示的朋友应该都清楚，坦克呢大功率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和变速箱转动以及进排气所发出的低频噪声可以传得很远。此外，主动轮、从动轮及负重轮和履带啮合时的金属碰撞声，加上履带碾压地面碎石的声音也都十分明显。在山地、丘陵等作战环境下，主战坦克所发出的噪音会成为暴露自身位置的重要信号。因此在战场上，坦克想要隐身，首先要做的就是降低自己的噪音。目前降低坦克噪音的信号呢，主要技术手段有2个。首先就是采用混合动力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主战坦克在平时的行军过程中，使用大功率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或者燃气轮机，能够带动发电机产生电能，储存在高容量的蓄电池中。当进入到战场环境时，主战坦克的大功率发动机或者燃气轮机停止运转，用高容量蓄电池中储存的电能来驱动电动机，进而带动主动轮前进。这模式呢，有一些类似于常规潜艇在水面及水下航行时的模式。
尽管采用电动力情境时，主战坦克的行驶速度并不会很快，但是可以完全避免大功率发动机所产生的噪音，很有利于自身的隐蔽。目前主战坦克的混合动力技术已经有许多国家在进行探索。作为坦克大厂的莱茵金属，在其设计的下一代战车时，都会为其采用混合动力。解决完发动机噪音后呢，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坦克履带的声音。这方面呢，可以采用全橡胶履带。这种履带呢，相当于给坦克穿了一双安全鞋，可以很好的消除主战坦克金属车轮与金属履带之间啮合的噪音。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履带的成本要比金属履带更高，而且寿命更低，同时其越野性能也会大打折扣。如果是去了俄乌那种烂泥地，恐怕想开出去就很难了。而除了声隐身之外呢，红外热信号隐身和雷达信号隐身对于隐身坦克来说也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呢，坦克可以更多的借鉴战机、战舰的隐身技术。比如果要降低红外热信号，可以在炮塔和车体的防护装甲外层再增加一个冷却层，内部有空气流动可以带走热量，在发动机排气口增加冷却或者红外热信号屏蔽装置，在主炮身管的热护套外层再增加一个隔热层等。而雷达信号隐身技术也比较成熟，坦克可以效仿如今战舰的设计，将高射机枪、车长周视镜、横风传感器、车灯等外部设备尽量与炮塔和车体整合在一起，减少凸起物。炮塔和车体装甲外层涂覆可以吸收雷达波的材料，车体和炮塔外层尽量平整，车体侧面的侧裙板延伸至地面，将履带和负重轮全部遮蔽，减少雷达反射面积。法国的 AMX-30 DFC 就是这么干的。该坦克呢，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隐身坦克。2000年，法国的 GIAT 公司开始开发模块化的隐身套件，被称为 KDFM。另外还开发了主动防护套件，辅助提升坦克的生存能力。其中 KDFM 套件说白了就是一种可以用于 AMX-30 主战坦克和 AMX-10RC 轮式装甲车的外挂套件。运用这种套件的坦克呢，被重新命名为 AMX-30DBC。单就 AMX-30DBC 而言呢，它的隐身模块设计整体上是分成2个部分：吸收雷达波束和红外抑制。在红外隐身方面，法国做出的最主要改变呢，就是对发动机排出的高温废气进行限制。设计师在隐身套件和发动机舱中间设置了一个隔层，通过吸入外部冷空气和废气混合后再排出，这样能够有效地降低废气的红外特征。另外呢，像履带这样的行走部件在运动中也会因为摩擦产生较多热量，因此履带被垂下的橡胶片遮挡。除此之外呢，就连炮管也被设计师安装了一个更加隔热的护套，其简洁流畅的外表也的确可以更好地降低雷达波束的反射。另外，整个坦克外表都被附加套件包裹起来，就连储物箱、观瞄设备等都被包起来了。其外表呢，即便是放到今天来看，也是十分先进的。喷涂吸波材料则是雷达隐身的另一项措施。据说法国的 KDFM 套件对毫米波雷达有很好的吸收能力。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坦克的雷达隐身技术其实和战斗机的隐身技术差不多，两者有一定的共通性。但是以战斗机昂贵的隐身涂料来看，坦克这种整天在地上跑的装备，使用成本可能会十分恐怖。这也让 AMX-30 DFC 项目最后是止步于技术验证阶段，成为法国地面装备的技术储备。不过至少该坦克的 KDFM 隐身套件从技术上来看是成功的。虽然它不能完全做到雷达隐身、红外隐身，但对于生存能力的提高意义非凡。在这次成功的鼓舞下，法国又在2012年发起了环境适应系统的研制，这是一种德法联合研制的电子隐身系统，计划安装于豹2、勒克莱尔等主战坦克身上。这套系统呢，通过车载计算机和各种传感器控制车身上的附加的隐身套件，从而实现温度、颜色等变化，配合伪装网等设备，将视觉隐身、雷达隐身和红外隐身融为了一体。据了解，环境适应系统呢由3部分组成：一是车身传感器，用来感知周围环境的颜色；二是信息传递与处理系统，由计算机运算处理传感器捕捉到的外部环境信息；三是可变色外表装置，
计算机根据外部环境信息选择最适合的伪装方案，让覆盖在军车上的外层可变色瓦状组件自动变色。可变色瓦状组件呢，采用网格化的组件设计，可以显示出8种不同颜色。看到这里啊，大家应该也明白了，环境适应系统的实质呢，其实就是一种变色迷彩，但是应用到的科技元素却非常多，要实现起来并不容易。比如说先进的态势感知系统、智能化的色彩捕捉与分配软件、可变色组件的技术、自适应系统技术，只有这些技术分别实现，并且能够整合到一个系统框架之内，环境适应系统才能够让坦克装甲车辆实现隐身。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啊，该系统的范围十分全面，除了设计视觉隐身之外，它的另一项功能呢是降低坦克装甲车和战术军车的热信号，使作战对手的传统热成像仪无法在夜间捕捉到车辆。设计这一功能的动因呢，是在于该系统是可以通过可变色瓦状组件发出的可见光来实现昼间隐身，而可变色瓦状组件在夜间不会再发光，这样一来就会失去隐身能力。将可变色瓦状组件设计成具备遮挡或吸收车辆内部热信号功能，又是专门针对作战对手先进的夜视器材，比如红外热成像仪探测的一种有益补充。除此之外呢，其外层可变色装置所需的能量很低，军车的电池足以为其功能。这种低能耗设计的意义呢，也在于当坦克装甲车辆在集结地域或者阵地上停放待命时，不启动发动机，仅依靠电池供电也能够保持长时间的隐身状态。如果该装置耗电量过大，就容易使电池电量过早耗尽，使车辆无法启动。这样一来呢，伪装带来的红利就会变成致命的缺陷。该系统由内克斯特公司研发，目前还处于实验室阶段，未来呢还需要大量的实验和技术验证。一旦该项目研发成功，或许我们就能看到变色版的勒克莱尔了。而除了法国之外呢，英国 BAE 系统公司也同样对隐身坦克十分感兴趣。不过与法国不同的是， BAE 系统公司不再走改装现役主战坦克的途径了，而是将眼光投向了更有发展前途的轻型坦克。该公司先是在瑞典的 CV90-120T 基础上研发了隐身轻型坦克样车，之后又和波兰合作研制了 PL01 隐身轻型坦克。其中 CV90-120T 隐身轻型坦克样车的过人之处在于装备了主动温控陶瓷装甲板，它可以自主控制车体侧面的红外热信号，从而可以更好地与战场环境融为一体。而 PL01 轻型隐身坦克则是更为综合性地应用了声信号、红外热信号以及雷达信号的隐身技术，而且还装备有遥控武器站和主动防护系统，两者的实用化程度也很高，只不过其造价同样也很高，所以才迟迟无法大规模列装。另外，对于坦克而言，其射程也是最终能否隐身的关键。毕竟坦克和战机不同，战机的作战半径与射程远在坦克之上。现如今很多现代化的坦克射程都没有超过3公里，这是一个肉眼可见的范围，根本就不需要依靠雷达的追踪，所以在这个时候给坦克隐身呢，就显得有些鸡肋了。更何况坦克开炮之后很难不被人发现它的位置，如今车载火控设备和光学设备都已经相当发达，这也让坦克隐身的难度加大。因此就目前为止，隐身坦克还属于小众和另类的技术发展途径。无论是美国、英国、德国，都不曾在现役主战坦克上大量采用隐身设计。究其原因呢，就是在于从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地面作战环境来看，隐身设计并非是主战坦克最为必要的技术特征。相比在隐身设计上的付出，还不如用在火力、防护、机动以及信息化等方面所带来的性能提升更为明显。因此，与其研发隐身坦克，还不如想办法去提升坦克的机动性和射程。由此可见，并不是每一种主流的现代化技术手段都能被应用于任何军事武器上，还是要根据武器的特点来对症下药才行。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隐身坦克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